欢迎来到中华史略，这里是一个关于中国历史人物的频道，我们将为您呈现伟大的帝王将相、杰出的文学巨匠、卓越的商业巨贾和伟大的思想家、政治家等各个领域的历史人物。通过深入挖掘他们的生平事迹、成就甚至是争议，能够让您了解并感受到历史的魅力和深刻的意义。无论您是否了解历史，我们相信您都能在这里找到感兴趣的内容。让我们一起走进历史的长河，探寻那些伟大的人物和事件吧。这一期的主题是岳飞。提起岳飞，相信大家并不陌生。但是我们的频道除了向您讲述一些耳熟能详的故事外，还会讲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，甚至是发生在主人公身上的一些争议。这一点可能和您从小受到的耳濡目染不同。但是我们的频道力求客观、公正地反映一个历史人物，因为历史的对与错不是只有教科书或者主流观点说了算，诸子百家畅所欲言才是我们这个频道追求的最终目的。下面进入正题。岳飞，字鹏举，宋朝相州（汤阴人），今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。岳飞于北宋末年投军，从南宋建炎2年遇宗泽起，到绍兴11年为止的10余年间，率领岳家军与金军进行过数百次大小战斗。绍兴10年，金太祖4子完颜兀术毁蒙攻宋，岳飞挥师北伐，先后收复郑州、洛城等地，又于郾城、颍昌大败金军，进军朱仙镇。宋高宗却以意求和，以12道金字牌下令退兵，岳飞在孤立无援之下被迫班师。在绍兴和议过程中，岳飞遭受秦桧、张俊等人的诬陷，被捕入狱。绍兴12年，岳飞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被迫令自尽，其长子岳云和部将张宪皆早岳飞1个月先被害。宋孝宗即位后被平反，改葬于西湖畔栖霞陵。在这里我们提到一个争议点，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员顾吉臣在其论文《秦桧莫须有说质疑》一文中，通过对大量史料的考证分析，认为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的说法，最初是无名氏作者在《野史》一书中编造出来的，并非历史事实。后人施以考证，辗转抄录，以为承袭不实的传闻，遂使莫须有成为秦桧加害岳飞的无理之理。事实上，秦桧打击和加害岳飞的罪名是十分清楚和足够的，根本没有必要搬出莫须有之词。另有编撰了《资治通鉴》后编的清朝史学家徐乾学，对莫须有3字也提出质疑。在书中他认为莫须有3字是弄错了，原意应该是必须有。后来清朝学者藏书家朱彝尊也认同此种说法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2人都是康熙时期朝廷重臣，其中徐乾学曾任内阁学士、左都御史、刑部尚书等职。清朝乾隆时期的毕沅在《资治通鉴考异》中也对此发出疑问，认为应该是必须有。后来清朝于正燮在《癸巳存稿》里认为莫须有3字应该重新句读为莫与须有。莫表示秦桧的迟疑，须有表示必须有，并评价韩氏中为世中结其与而和之，以抵贵之望。看到这里，大家有什么不同观点，欢迎留言区评论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正题。岳飞治军以身作则，赏罚分明，纪律严整，又能体恤部属。他率领的岳家军号称冻死不拆屋，饿死不掳掠，敌方女真人赞叹为撼山易，撼岳家军难。岳飞是南宋初唯一成功组织大规模进攻的统帅，他反对宋高宗仅令自守以待敌，不敢远攻而求胜之消极防御战略，一贯主张积极进攻。他重视民间抗金力量，继承李纲与宗泽之联结合硕之谋，主张河北抗金武装和宋官军互相配合，夹击金军，以收复失地。岳飞之文学才华也是将帅中少有，著有词作《满江红》《写怀》，其著作编成《岳中武王文集》。在这里我们要提到另一个小的争议点，关于当今最为流行的这首《满江红》的词作者。岳飞之孙岳珂曾写书《金驼翠编》，
此书为岳珂为岳飞所写的辩冤之作，其中几乎记录了岳飞在当时流传下来的所有文字资料，唯独没有记录这首被后世广为流传的《满江红》。据此，被后世部分学者怀疑是伪作或托名之作，引发正反辩证。时至今日，在学术界和历史界仍尚无盖棺定论。接下来主要对岳飞的遇害展开叙述，因为这是本文中最具有历史争议的一个事件。岳飞在收到12道金牌班师回朝之时自称10年之力废于一旦。岳飞回到京城之后，向高宗请辞，高宗当时没有答应他的辞呈。次年，也就是绍兴11年4月，拜枢密副使。但是这次岳飞请求拿回兵权，未得允许，随后遇害。岳飞的罪名还有坐拥重兵，逗留不尽。宋朝皇帝的祖宗家法就是猜忌武将。绍兴7年，高宗已经警告他，犯无法者，唯有剑耳。只是当时议和还没成功，高宗仍需要岳飞来抵抗金人南侵。岳飞自从改任枢密副使，已经没有兵权，因为不赞成议和，也以辞职去庐山为母守墓。但绍兴11年，高宗以是逗留之法与跋扈之诛为由，默许或只是秦桧杀岳飞以示议和诚意，即换取其母为贤妃南归。绍兴11年农历12月念9除夕之夜，高宗下诏特赐死，在杭州大理寺风波亭命其自震，并把岳飞枭首。目前史界以震死为通说，其余说法尚有拉肋而卒，即打断肋骨或刺自缢而死。傍晚被狱卒持白布勒毙于杭州郊外凉亭，名风波亭。其尸体被狱卒奎顺冒死盗取，葬在临安外9曲从祠旁，供奎顺家人悼念。岳云及张宪则在赐死岳飞的1个月前，即绍兴11年冬11月27日遭到斩首。韩世忠认为岳云、张宪2人罪不至死，当面质问秦桧，但秦桧表示，妃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，其尸体莫须有。另有一说为或须有。至于莫须有一词，是韩世忠质询岳云与张宪的重罪事，后转嫁至岳飞身上。在这里，我们需要提到关于岳飞遇害最大的一个争议了，那就是到底是谁杀了岳飞？岳飞遇害时，以官拜枢密副使为从一品，丞相秦桧为正一品。在宋朝，宰相与枢密使合称宰执大臣，又称东西两府，地位基本平等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凭秦桧一人真的能害死岳飞吗？南宋后岳飞时代，共北伐2次，均以失败告终。明末大文豪张岱对秦桧评价为力主和议，缓宋亡200余载。清朝史学大家赵翼写过文章，后之力主恢复者，一出而折败，再出而又败，卒之仍以和议保疆。康熙皇帝关于南宋也写过，上无惯战之良将，下无用命之士卒，必胜金兵与诛仙，朕实不信也。民国时期，历史学界持类似观点的比比皆是，比如胡适、吕思勉等大文学家、史学家等。历史大家钱穆先生的《国史大纲》认为，高宗决心对内加强统治，而无异于对外恢复，所以岳飞不得不杀，韩世忠不得不废。岳飞统帅全国3/5兵力后，晋人欲立钦宗之子为傀儡，岳飞莽撞请求高宗早日解决皇位继承人问题，祈请正皇子，后来至宋孝宗之名，以定民心，举金人之谋。高宗当时不悦，握重兵于外，此事非卿所当欲也，并提出观点，认为下令杀岳飞者其实是高宗。岳飞触犯了皇家最大的忌讳，手握重兵的武将对皇位继承感兴趣，令皇帝相信他野心太大，遂起杀心。此外，中国人的历史误读一书中认为，岳飞主张迎请二弟还朝，威胁到高宗的地位，才是他被杀的真正原因。毕竟以当时岳飞的地位与威望，如果不是帝王早就心存顾虑要加害于岳飞，凭宰相一人弹劾或是诬告，岂能杀的了？人性其实是很复杂的，历史也不是简单的对与错，可能秦桧做的不过是高宗要他做的罢了。最后留给大家一个讨论的事件，在2002年底到2003年初，中国古代史全教案
和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删去岳飞是民族英雄的技术，对此你怎么看呢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畅所欲言。感谢大家观看本期视频，记得订阅与分享，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。